嗨，大家好。随着003号航母6月3日即将下水，对于中国航母第三胎是常规动力还是核动力的争论也尘埃落定。常规派最终胜出，于是拥核派便将目光转移到了中国下一艘航母004的身上。004到底是否会是一艘核动力航母，目前仍存在争论。很多人认为004将会与003同级为姊妹舰，同辽宁舰和山东舰类似。原因在于核动力航母并不符合现阶段发展的需求，也就是在我们还没有突破第一岛链解决台湾问题之前，一味追求在大洋中决战是不现实的。不过显然这样的说法拥核派并不接受。想要搞清楚未来004是否会上核动力，我们先来看一看建造一艘核动力航母的难度到底在哪里。全球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共9个，分别为合法拥有的中美俄英法5个，外加其他4位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和朝鲜。伊朗正试图成为前10的一员，不过时至今日仍未成型。在这9个国家当中呢，能将核技术应用于海军舰艇的则为6个，分别为联合国5常加印度。不过这些国家呢，大部分都是以核潜艇为主，能把核动力应用在水面舰艇上的，当今世界就只剩下美国、法国和俄罗斯了。俄罗斯拥有一艘基洛夫级导弹巡洋舰，也是全球唯一排水量超过2万吨且使用核动力的巡洋舰。现役的彼得大帝号1998年服役，为俄罗斯北方舰队的旗舰。该级别还有另外一艘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正在进行现代化升级，预计2023年服役。不过严格来说，俄罗斯这艘2万吨级的导弹巡洋舰还不能称之为完全的核动力，因为它是由2座核反应堆和2座燃油锅炉各提供一半的动力，即混合动力。尽管俄方称燃油锅炉只是备用，不过外界普遍认为黑恩3型核反应堆性能严重不足，只有在2种动力同时运作时，速度才能达到30节以上。俄罗斯也曾将核动力应用在航母上，那就是1988年在尼古拉耶夫造船厂开工建造的乌里扬诺夫斯克号航空母舰。这艘航母设计的说实话有点奇葩，除了首次在航母上尝试核动力外，还继承了库兹涅佐夫号和瓦良格号的滑跃式起飞甲板，另外又加了2个蒸汽弹射器，目的想必是与美国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一较高下。不过它的满载排水量还不到8万吨，基本与弗莱斯特级相当。核反应堆方面，由于应用在基洛夫级导弹巡洋舰上的 KN3 型核反应堆研制过于匆忙，驱动2万吨的巡洋舰都有些吃力，更何况航母了。在航母上也不可能再搞混合动力那一套了，所以苏联决定在 KN3 型的基础上研制新型核反应堆 KN343 型，4座同时运行达到完全核动力，并通过了苏联相关部门的技术验收。可是就在俄国人距离他们的首艘核动力蒸汽弹射航母越来越近的时候，苏联的解体打碎了这一切。乌里扬诺夫斯克号航母只建造了 40% 就停工了，随后便被分解拆除。这也是俄国人与核动力航母最接近的一次。进入新世纪，俄罗斯海军更是未添任何一艘1万吨以上的新舰。就这样，俄罗斯与核动力航母失之交臂，世界剩下唯2拥有核动力航母的国家就只剩下美国和法国了。法国唯一的一艘航母就是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1989年开工，与前苏联的乌里扬诺夫斯克号航母差不多时间，1994年下水。不过其使用的阿海法 K15 压水式核能反应堆并非专门为核动力航母所研制，而是被使用在4艘凯旋级弹道导弹核潜艇和6艘红宝石级攻击核潜艇上。核潜艇能有多重呢？法国最大的凯旋级还不到15000吨，而戴高乐航母却在航母世界称不上大，但满载排水量好歹也有42000吨了。因此把 K15 反应堆直接装在航母上就是典型的小牛拉大车，动力严重不足。再加上斜角甲板长度不足以起降美国的E2预警机，不得不又加长了4米，致使戴高乐号的工期一拖再拖，直到2001年才正式服役，用时长达12年之久。而2座 K15 反应堆又严重限制了戴高乐号的航行速度，巡航不过22节，极速也只能达到27节。因此法国于2004年宣布，下一艘航母将放弃核动力，改成常规动力。不过还没等到开建，就因欧债危机直接放弃掉了。费时费力的戴高乐号可谓吞金巨兽，相较于近邻英国皇家海军，走的却是小步快跑的路子，根本不搞什么核动力，甚至放弃了各种弹射器和拦阻装置，舰载机直接购买可垂直起降的 F-35B， 这就是后来的伊丽莎白女王号和威尔士亲王号。相比于俄罗斯的半途而废和法国的不伦不类，真正在核动力航母上造诣最深的还是美国。美国现役10艘尼米兹级和1艘福特级航母，通通都是核动力。尼米兹级采用的是2座 CU-A4W 核反应堆，
福特号采用的则是2座贝蒂斯 A1B 核反应堆，这2型分别输出功率可达26和28万马力，可以轻松将10万吨级的航母推至30节的速度。当然了，美国将核动力玩得这么炉火纯青，也并非一蹴而就。此前的企业号航母就曾犯过跟法国一样的错误。企业号所搭载的 A2W 核反应堆并非为航母全新设计，而是在华盛顿级战略核潜艇反应堆上修改而来的产品，好处自然显而易见，节省了大量的研发费用和时间。也的确，企业号从1958年开建到1961年服役，仅仅用时3年，堪称奇迹。不过随之而来的就是功率不足的问题，也因此企业号不得不堆砌多达8台之多的 A2W 核反应堆，才使得轮机舱能够输出21万千瓦的功率，也就是 28.6 万马力。不过这8台反应堆占用空间巨大，致使企业号被设计成史无前例的345米，比如今的福特号还长了10多米。8台核反应堆不仅消耗大量人员进行维护，而且其风度仅为 6%， 这样每隔58年就要更换一次核燃料。而反观现在的福特号航母 A1B 反应堆的核燃料风度则超过 90%， 使用时间可达50年，与舰龄相同，不再需要中途开膛破肚去补充燃料了。所以作为世界第一艘核动力航母，企业号不仅没有达到降低费用的初衷，反而造价达到惊人的 4.72 亿美元。要知道这可是50年代的币值啊！尽管是完成了中途不加油的环球航行，但企业号绝对称不上一件尽如人意的作品，因此该级别的航母只建造了企业号1艘。所以网上很多人说，中国的004航母不妨尝试在核反应堆功率不足的情况下，考虑加大核反应堆数量，或者参考俄罗斯巡洋舰那种组合动力来设计。经过上面的介绍，这显然不是最佳的选择，后期的维护成本可以想见的巨大。在我看来，与其这样，不如不上。那么作为核动力航母的心脏，中国在适配航母的核反应堆上有什么进展吗？的确有，中国目前有2个方向，一个是在甘肃武威已用于发电的堵基熔岩堆，这是最新的第4代核燃料技术。该技术并不是用水做冷却剂，而是把堵基熔岩既做核燃料也做冷却水，也因此并不产生核废水，而且燃料还可以反复使用，使得这种技术在安全性和经济性方面较之前的铀反应堆有了明显的优势。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个斩获这项技术的国家。美国曾经在60年代尝试将该技术应用于核动力战略轰炸机上，不过后来由于洲际弹道导弹的异军突起，让核动力轰炸机沦为鸡肋，而最终放弃。此前在2017年就爆出一条新闻，一名参与该项目的中国研究人员表示，未来会应用熔岩堆技术打造一艘堵动力军舰。不过类似这样的信息是不会被保密性极高的中国军方所证实的。另一个方向就是大名鼎鼎中核集团的玲珑1号了。玲珑1号反应堆高14米，宽10米，体积比美国尼米兹 A4W 核反应堆更小，非常适合应用于军舰。单座热功率达到385兆瓦，电功率为125兆瓦，这样2个玲珑1号所输出的总功率就可达到28万匹马力，与美国的福特号相当。当然了，玲珑1号最被人诟病的就是它的风度，仅为 3%至 4%， 这样每2年就要更换一次燃料。所以很多常规派因此得出结论，玲珑1号并不适合004。不过个人认为此言差矣。如果你回看一下2017年中核集团副总经理陈华在国际核电工业展览会上的发言，他当时是这么说的：模块式小堆，也就是玲珑1号，是中核集团基于军用核动力，是军民深度融合创新发展的重大成果。既然是军民两用，按照我国此前的惯例，都是优先军用型号的，再从军用衍生出民用版本，最后再把民用版本外销。如此看来，既然现在民用的玲珑已经在海南长江开建，想必风度更高、更适合军用的版本也已经到位。至于名字是否还叫做民用的玲珑1号，就不得而知了。2018年，中核集团就进行过一次核动力破冰船的招标，此举被认为是大功率核反应小堆的一次装机试车，同时也是为核反应堆登上航母积累经验。至于是堵基熔岩堆还是玲珑1号最终中标，不得而知。不过个人认为，作为第4代核燃料的堵基熔岩堆，虽然技术更新也更安全，但中国打造第一艘核动力航母就安排上，步子似乎有点大，而且前面的坑俄、法、美等国也没有替我们踩过，风险过大。所以如果004上核动力，玲珑1号的可能性还是更大一些。不过堵基熔岩堆毕竟是我国领先全球的技术，不排除在未来的005和006上能够见到它的身影。不过那恐怕要等到2030和2040年代了。好
好，那本期视频就做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